对于全球约920万名一型糖尿病患者来说，生命曾是一场关于数字的精密计算。每一口食物的含糖量，每一次运动的强度，都必须转化为针筒里精准的毫克数。据统计，这些患者中，20岁以下的年轻人占到了80%。他们从花季开始，就不得不接受一个残酷的现实：这种病无法被治愈，只能通过终身注射胰岛素来维持生命。但胰岛素并不是万能的免死金牌，血糖调控就像在悬崖边缘行走，多降一点，可能引发致命的低血糖；少降一点，长期高血糖带来的微血管病变、失明、肾衰竭甚至截肢风险就如影随形。然而，2026年的今天，这个被称为不死癌症的魔咒，正被一项划时代的医疗技术彻底打破。医学史上每一个划时代奇迹的诞生，往往并非源于冰冷的 KPI， 而是源于某种近乎偏执的执念。Simmons Lassell， 这一被科学界誉为一型糖尿病终结者的干细胞再生疗法，其核心推手是哈佛大学的道格拉斯·梅尔顿教授。时间拨回到25年前，那时梅尔顿教授的孩子刚刚出生6个月，本该是享受新生喜悦的时刻，孩子却被确诊为严重的一型糖尿病。对于一位父亲来说，这意味着他的孩子将终身被针头、血糖仪和复杂的碳水计算所困。从那一刻起，这位顶尖生物学家的使命发生了巨变，他将实验室变成了守护家庭的战场。在这场长达25年的孤独远征中，梅尔顿教授并没有依靠庞大的兵团，在长达10余年的时间里，他仅带着一个由10余人组成的核心团队，在数不清的失败中反复徘徊。团队经历了无数次尝试，试图破解如何将干细胞定向、精准地转化为功能性胰岛细胞的密码。他们不断调整培养基的配比，模拟人体内的微环境，只为了让那小小的细胞能听从指令，变成能分泌胰岛素的生命工厂。梅尔顿教授曾在采访中感慨：“我们坚信科学可以解决最困难的问题。”这种信念让他在面对长达10年的毫无进展时，依然没有选择放弃。这不仅仅是精力的投入，更是一场耗资巨大的科学豪赌。据统计，哈佛大学及相关研究机构为了支持梅尔顿这项看起来异想天开的计划，先后合计投入了约5000万美元。5000万美元换来的是2014年的惊世一跃。在那一年，团队终于成功培育出了首个人类胚胎干细胞来源的功能性胰岛细胞。这不再只是理论上的可能，而是实验室里真真切切诞生的人造器官雏形。科学的突破若要造福万众，必须跨越从实验室到病床前的鸿沟。当梅尔顿教授最终取得技术突破后，他需要一个强大的工业伙伴，将研究成果转化为真实的药物。梅尔顿教授加入了全球生物制药巨头 Vertex Pharmaceuticals 福泰制药，利用其工业化生产的能力，将复杂的干细胞制备流程标准化。2021年，双方合作正式将 Simmons Lassell 推入临床试验阶段，开启了从科研成果到救命良药的最后冲刺。如今，这项疗法已进入关键性3期临床试验。若申请顺利，2026年它将正式向美、欧、
应监管部门递交上市申请，争取在同年让一型糖尿病患者拥有革命性的治疗选择。25年的光阴，让一个婴儿长成青年，也让一位父亲的梦想照见了现实。这不仅仅是科学的胜利，更是一位父亲对孩子，对全球数百万患者最深沉、最持久的告白。为什么这项名为 Simuslacel 的疗法被称为临床治愈？因为它与传统的捕落式治疗有着本质区别。它的核心原理是诱导性多能干细胞 iPSC 技术。简单来说，科学家在体外创造出健康的胰岛贝塔细胞，然后通过一次简单的注射，让这些细胞定植在患者的肝脏内。请注意，这些不是普通的零件，而是活的工厂。一旦进入体内，这些全新的胰岛细胞就会像天然器官一样，实时监测血糖水平，并自动分泌适量的胰岛素。它实现了生理性的血糖调节，远比人工计算精准。临床数据显示，患者在接受全剂量注射后，植入的再生胰岛展现出了稳定的生理功能，并得以长期维持。当《新英格兰医学杂志》正式发布干细胞疗法 Simuslacel 的 I27 临床试验结果时，整个内分泌学界感受到了一场地震。这次试验筛选的并不是初病患者，而是14名极难治愈的重症志愿者。他们的平均病程高达22.8年，几乎整个人生都在与针筒为伍。实验开始前，这些患者的血浆 C 肽水平，衡量胰岛功能的关键指标，低于检测下限，这意味着他们的胰岛功能已几乎完全破坏。在治疗前的1年里，他们平均每人会遭遇2到4次严重的低血糖事件。其中一位参与者，也是试验的第1位患者，曾因在驾驶摩托车时突发低血糖导致车祸，造成了不可逆的脑部损伤。对于这个群体的患者来说，每一次入睡都可能是一场无法醒来的豪赌。Simuslacel 的介入彻底改变了这种局面。这种疗法的精妙之处在于，它通过一次注射，在患者体内种下了纯天然的再生胰岛，实现了人体生理性血糖调节的精确复刻。数据反馈出令人震惊的康复轨迹。12名接受全剂量注射的患者，在治疗90天内，餐后 C 肽水平逐渐恢复正常。半年后，这些再生胰岛展现出了长期稳定的生理功能。治疗1年后，这些患者每日有超过93%的时间，血糖水平都维持在正常范围内。在治疗仅4个月后，所有参与者的糖化血红蛋白 HbA1c 全部降至正常状态。最让医学界欢呼雀跃的是那组关于胰岛素脱离率的数据。在12名接受全剂量治疗的患者中，有10名在短短半年后就彻底停用了胰岛素。另外2名患者虽然未能完全停药，但其胰岛素每日使用量也分别惊人地减少了70%和36%。甚至还有2名仅接受了半剂量注射的患者，其血糖水平同样得到了显著改善。36岁的加拿大护士 Amanda Smith 称自己为被上帝眷顾的人。多年前，当她勇敢地签下临床试验同意书时，或许并未想到生活会发生如此翻天覆地的变化。在接受治疗后的第6个月，Amanda 彻底摆脱了随身携带的胰岛素泵和监测仪。
就像开启了一场全新的生活。Amanda 在面对媒体采访时动情地说道：“对于像他这样的患者，这种自由意味着他可以不用在运动前担心血糖崩溃，可以不用在进餐前精准计算每一克碳水，更可以像普通人一样享受一个没有指尖采血刺痛的清晨。”当然，医学的探索从来不是坦途。在这次试验中，虽然安全性总体良好，大多不良反应仅为腹泻、恶心、头痛等轻中度症状，但我们也必须面对生命的无常。令人惋惜的是，有2名患者在糖尿病被治愈后不幸离世，一人死于早年车祸留下的痴呆症后遗症，另一人则死于手术引发的偶然感染。他们死亡与这次治疗毫无关系，但也提醒着我们，虽然再生胰岛能修复受损的功能，但对于长期并发症带来的损伤，医学仍需在更广阔的领域继续冲刺。任何一项颠覆性医疗技术的普及，都必须经历从科学实验室到工业化生产的惊险一跳。在再生胰岛疗法面前，科学家们正站在2条不同路径的十字路口。第一条路是以 Simuslacel 为代表的同种异体干细胞再生疗法，工业化优势。这种疗法利用诱导性多能干细胞 iPSC 技术，其原料源自通用的异体干细胞，这意味着它可以像商品一样实现提前制备、规模化生产，一旦患者需要，随时可以提供治疗。免疫的代价，但由于这些细胞本质上是别人的，移植后患者必须长期面对免疫排斥的风险。为了保护这些新生的胰岛细胞不被身体的防御系统摧毁，患者术后需要长期使用抗免疫排斥药物。患者的抉择，福泰制药 Vertex 坦言，临床试验初期的招募并不顺利，核心原因就在于许多患者在得知需长期服用免疫抑制剂后，产生了顾虑并选择了放弃。为了绕过免疫排斥这座大山，第2条路，自体干细胞路径应运而生。这种方式更像是为每一位患者量体裁衣。它的最大好处是利用患者自身的干细胞进行诱导和制备，身体会将其视为自己人，从而完美避免排斥反应，患者无需终身服药。理想很丰满，现实却很昂贵。自体疗法需要实时采集、实时制备，每一份药剂都是独一无二的非标品。这不仅导致医疗成本极高，制备周期也相对漫长，很难在短期内惠及所有普通患者。除了路径之争，安全性始终是悬在再生医学头顶的达摩克里斯之剑。将活生生的细胞注入体内，与服用化学药片完全不同。虽然目前的临床数据给了我们极大信心，但我们仍需保持审慎。科学家们最关心的是，这些干细胞在肝脏定居后，如何确保它们在未来10年甚至几十年里能长期生存而不发生功能退化。更要严密监测其是否会产生非预期的变异。尽管参与 Simuslacel 试验的患者展现出了稳定的生理功能维持，但这种长跑仍需要更多、更大规模的临床数据来提供最终的证明。尽管挑战重重，但治愈的脚步已不可阻挡。目前 Simuslacel 已正式向治愈1型糖尿病发起了最后的冲刺，进入了关键的3期临床试验。若一切顺利，福泰制药预计在2026年正式向美国、欧洲、英国监管部门递交上市申请。我们正处于一个历史性的交汇点。
虽然技术细节和治疗策略仍需不断完善，但这种疗法离走向临床、走进普通患者的生活，确实已经越来越近了。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的马克·安德森教授曾感叹，脱离胰岛素将改变无数患者的生活。从1921年班廷发现胰岛素，到2026年再生胰岛技术成熟，人类整整走过了1个世纪。科学的进步从不是为了制造昂贵的奇迹，而是为了让每一个普通人都能拥有平凡的幸福。或许在不久的将来，糖尿病患者这个词将彻底成为历史教科书里的名词。如果您或您的家人正在与糖尿病抗争，请保持信心，曙光已经就在眼前。2026年注定是医学史上的大年。关于干细胞治愈糖尿病，您最关心的是治疗费用，还是国内的临床入组机会？欢迎在评论区留下您的问题，我会筛选大家最关心的点，在下期节目中做深度拆解。别忘了点击订阅并开启小铃铛，这样您就不会错过任何关于临床治愈的硬核更新。随手转发和点赞，让我们一起用科学消灭焦虑。您的支持就是我们持续挖掘全球顶尖医疗资讯的最大动力。这里是每天养一点栏目，陪您一起见证医学奇迹。我们下期见。